朋友们，我是叶秋。最近北美华人社区气氛凝重，一种人人自危的情绪正在蔓延。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移民执法力度空前，远超过去10-20年的程度。尤其引起震动的是，一份据称来自 ICE 的重点名单在各微信群流传。根据多方内部信息与真实案例研判，这份名单并非谣言。当前执法逻辑已发生根本转变，从抓大放小转向全面收紧，许多普通社区的华人同胞也面临风险。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将深度解析这份名单背后的运作机制，拆解哪6类华人已被系统红标锁定，并重点说明若执法人员上门，如何依法冷静地保护自己和家人。如果这些信息对您或身边的人有帮助，请给予频道支持与订阅，并请转发给更多在美打拼的同胞。在这个特殊时期，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让我们彼此提醒，共同防范。下面我们来进入正题。咱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美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敏感而且高度紧张的时期。2026年，随着新政府的移民政策从以前喊口号阶段，正式进入了铁腕执行阶段，一切都在加速。就在前几天，明尼阿波利斯那边发生的 ICE 探员执法时导致人员伤亡的悲剧，就像一颗火星子，一下子点燃了全美范围的抗议浪潮。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这些咱们华人传统的聚居城市，街上巡逻的警车数量明显多了。那些穿着褐色战术背心或者蓝色制服的联邦执法人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他们的眼神不再是飘忽的，而是充满了审视和打量。根据国土安全部最新解密的一份年度战略计划文件，他们2026年的核心任务就一个关键词：清算。说白了，就是要彻底清理掉积压了很久的那些遣返令。这话背后的意思非常吓人，这意味着以后的执法行动不再是过去那种扫大街式的随机抽查，而是有备而来的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这种精准是建立在一个咱们平常看不见的庞大系统上的，它是靠着海量大数据的交叉对比筛查，还有联邦、州、地方各级部门之间信息的无缝共享。我常听很多华人朋友抱怨，说美国政府效率低，部门之间互相不沟通。如果你现在还有这种老想法，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执法系统底层数据早就全线打通了。你想想，从国税局的报税记录、车管所的驾照信息、邮政系统的地址更新，到社会安全局的涉安号记录，所有这些信息点都已经连成了一张巨大的、密不透风的数字天网。在正式开始拆解那6类高危目标之前，我必须先帮大家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不然你可能会理解不了后面内容的严重性。现在执法的核心逻辑就一条：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大于一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你的身份存在任何一点微小的瑕疵，或者你过去的记录不小心触动了系统里某一条预设的安全红线，你的名字就有可能自动生成在那份重点名单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就反复说，看到穿制服的人来敲门，千万别条件反射的就去开门。因为美国的宪法和法律给了每一个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管你是公民、绿卡还是无证移民，最基本的正当程序权利。可惜的是，太多的人恰恰是因为突发情况下的惊慌失措，自己主动放弃了这最后一面，也是最坚固的护盾。好了，接下来咱们进入最核心的部分，请大家一定打起精神，对号入座，认真听好。这6类被重点锁定的目标，第1类被红色预警盯上的是那些身上背着最终递解令但还滞留在这里的华人，也就是法律上定义的逃犯。这类人是目前 IIS 执法行动里优先级最高、打击最狠的头号目标。在流出来的名单上，他们排在最前面。现在美国身负最终递解令的人数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而这里头咱们华人的比例不仅不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高。很多同胞的情况是这样的，可能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
满怀希望地申请了政治庇护，结果因为各种原因被法官拒绝了，最后判了地界出境。但当时可能是因为政府人手不够，或者执法资源不足，没有马上把他们送走，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幸存者偏差。这些人后来可能就在美国留了下来，努力打工、买房、安家，甚至结婚生子，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时间一长，那种害怕的感觉就淡了。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洗白了，或者天真的认为，这么多年过去，政府肯定早就把这事儿忘了，档案估计都积灰了。但残酷的现实是，在全面数字化的今天，这些人反而成了最容易定位的活靶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当年的移民法庭上留下了全套的生物信息、指纹、虹膜、照片，甚至还有 DNA 样本。而且你后来生活的轨迹，比如最新的住址、水电、煤气、账单，全都在系统里有记录。现在的执法行动早就告别了那种笨拙的守株待兔。根据外媒最新的深度报道， ICA 正在启用一个代号叫身份锁定行动的高级程序。这个程序就是专门针对这些背着老旧地解令的人，它会自动抓取你最近一次报税时填的地址，或者你去车管所更新驾照时留的住址，直接进行卫星定位锁定。很多华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听到敲门声，以为是送快递的或者邻居串门，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了，结果门一开，瞬间就被控制住，连跟家人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我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属于这一类的朋友，现在的政策是零容忍，一旦被抓，基本上没有再次上庭申诉的机会，更别幻想能保释出来等着。你会被直接送到冰冷的拘留中心，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上飞机遣返。这是一条单行道，没有回头路可走。第二类重点目标就是那些签证过期了还黑在这里的隐形人，他们在大数据眼里几乎是完全透明的。这类人主要指签证逾期超过一定时间的华人。过去这常常属于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灰色地带，大家觉得只要自己不惹事就能黑下来。但2026年的新规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特别是那些拿着旅游签证进来，然后通过各种方式非法滞留超过6个月甚至1年以上的人，大家一定要当心。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完成了和各大航空公司、边境管理部门的实时数据对接系统。你的入境日期、签证有效期在后台不是静态的文字，而是系统里自动跳动的倒计时。现在的智能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份逾期滞留者日报，它会根据你在美国留下的各种蛛丝马迹，比如信用卡消费记录、手机信号的基站定位、租房合同信息，自动进行排查和轨迹分析。更关键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很多华人觉得只要我不犯罪，警察就不会管我移民身份的事，但现在 IIS 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和地方警察搞联合执法。举个例子，在某些保守的州，你可能只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交通违规，比如车尾灯坏了一个，或者超速了10英里，被当地警察拦下来。以前警察可能只查你的驾照和保险，开张罚单就让你走了，但现在他们手里的警务终端可以直接连到联邦移民数据库，如果在后台一扫，显示你的签证已经过期，而且没有任何正在处理的合法移民申请，警察有权，甚至在有些州是被要求当场把你移交给移民局。这种从工作场所突袭变成日常生活随机排查的策略转变，给很多签证过期的华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而且现在的遣返效率高得吓人。遣返航班的次数在2025年下半年和2026年年初已经大幅增加。就在不久前，美国驻华大使馆也从侧面证实，已经有好几架载着被遣返人员的包机飞到了中国。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遣返合作已经恢复并且常态化了。以前那种借口，比如护照有问题，对方不接受，现在完全行不通了。第三类，华人目标是那些涉及移民欺诈旧案的人，
这简直就是一场倒查20年的清算。这主要针对那些被怀疑在当初申请政治庇护时提供了假材料、编了故事的人。说实话，这个话题在华人社区里是个公开的秘密，甚至形成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但现在形势的严峻程度超乎想象，政府不再只盯着新提交的案子，而是开始往回倒查。在过去1年里，美国移民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全职的欺诈审核特别行动组，他们的任务就一个：重新审阅过去几年甚至10几年前已经批准的案例。他们怎么查呢？利用 AI 技术，如果发现当时的申请材料是通过某些无良中介统一包装的，出现了大面积的文案雷同，比如好几百个人的受迫害经历，连错别字都一样，或者被发现当时提交的医院证明、逮捕证是伪造的，那么即便你现在已经拿到了绿卡，甚至已经入籍成了公民，也别以为就进了保险箱。这种倒查的逻辑非常冷酷，他们会通过比对同一家被查处的律所经手的所有案子，寻找逻辑漏洞和模板痕迹。一旦其中一个案子被坐实造假，那么跟它相关的整批案子都会被标记为污点案件，全部推倒重审。已经流出的执法名单里，就有不少是这种被回炉审查后启动了剥夺身份程序的人。大家要明白，这种行为在联邦法律里属于移民欺诈，是重罪。一旦名单确认流出， IS 的执法官会带着法院签的搜捕令，直接去你工作的地方或者家里抓人。这就好比盖楼，地基是假的，楼盖的再高也是危楼，说塌就塌。我再次诚恳地提醒各位，我分享这些深度信息，绝对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贩卖焦虑，就是为了让大家万一遇到突发情况，能做到心里有数，提前有个准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看清局势有帮助，请一定订阅安康百汇频道，并点亮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可能关键的信息。第4类，被精准锁定的目标是有刑事犯罪记录的非公民。请大家注意听，这里的非公民不光包括没身份的非法移民，也包括大量的绿卡持有者，也就是永久居民。很多拿绿卡的朋友有个很大的认知误区，觉得只要绿卡到手我就稳了，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只要不杀人放火就没人能动我。但在2026年的执法环境下，这种想法不仅幼稚，而且非常危险。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涉及到道德败坏罪或者加重重罪的非公民，随时可以被吊销绿卡并驱逐出境。现在的重点是，执法机关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全美各地的犯罪数据库进行回溯式筛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算你是10年前有过一次酒驾，或者因为家里琐事跟配偶推搡起来，被邻居报警，警察把你带走，留下了家暴的记录，哪怕当时法官很仁慈，只判了你做几天社区服务或者缓刑，案子早就结了。但在现在的 IS 眼里，这就是你的软肋，是你的阿喀琉斯之种，尤其是酒驾和家暴，这在华人社区里时有发生。很多人以为交了罚金，上了课就翻篇了。但在2026年这个公共安全大战略下，这类记录会被系统自动提取出来，并且触发移民局的2次审核机制。举个很现实也很让人痛心的例子，有些上了年纪的华人在超市买东西，可能因为一时糊涂或者语言不通产生误会，忘了付某样东西的钱，被控商店盗窃。在很多州这属于轻罪，但在移民法上，这很可能会被定性为涉及道德败坏的罪名。一旦你的名字因为这个出现在名单上，爱死的人可能就直接去家里敲门了。这时候你再怎么辩解，说我是老绿卡了，我在这儿住了20年了，我孩子是美国公民，你们不能抓我。在现在的法律执行尺度下，这些人情分正在迅速缩水，执法官会冷冷地告诉你，法律就是法律。所以如果你有类似的过往记录，现在最要紧的不是躲，不是当鸵鸟，而是赶紧去找专业的懂刑事和移民双重法律的律师，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去清理、封存
或者减轻这个记录对你移民身份的影响。而且现在的执法不仅仅是 ICE 一家在动。2026年，一项叫做 287G 的跨部门合作计划已经扩展到了全美40个州。这意味着地方警察局和监狱实际上已经成了移民局的编外协作单位。如果你因为哪怕很小的交通违规被警察拦下，而你的名字又在那份重点名单里，警车里的电脑系统会立刻弹出红色预警。这种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网络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第5类目标是那些涉及灰色经济活动的群体，说白了就是资金流向被盯上了。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华人社区里非常普遍，但也最容易被人忽视。很多华人经营餐馆、做装修、开按摩店，习惯性的大量用现金交易，或者是为了避税故意少报收入。在以前，这可能只是税务局的事，顶多罚款补税。但在2026年，税务局和移民局已经达成了深度的数据共享协议。如果你的银行账户长期有大量规律性的现金存取，特别是为了规避那1万美元的申报线而化整为零的存钱，但报税却报得极低，或者你的账户频繁接收来自境外的用途不明的大额汇款，你就会被列入金融风险监控名单。更危险的是，那些参与过地下钱庄或者帮人换汇的华人，很多人为了省点手续费，或者为了把国内的钱弄出来买房，通过私人渠道对敲，把钱转到美国的账户。在现在的执法环境下，这不仅是税务问题，还可能涉及到非法经营和洗钱这样的重罪。美国政府现在的逻辑是，如果你的资金来源说不清，或者资金流转方式很隐秘，就有可能是在支持某些不合法的活动。这种顺藤摸瓜的办案方式，导致很多本来只是想买个房子的老实华人，莫名其妙就成了联邦调查的目标。最后，不仅钱可能被没收，连绿卡都保不住。现在的联邦探员办案非常讲究闭环，他们会先通过银行系统的 AI 预警锁定账户，然后分析你的生活消费轨迹，最后才上门收网。所以，如果你最近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无缘无故冻结了，或者收到国税局寄来的莫名其妙的查询信，千万别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税务审计，这背后可能正是一整套移民执法的联动逻辑在运作。第6类目标是被怀疑和某些敏感实体有关联的人群，这是目前打击最精准、最让人防不胜防的一类，也可以说是国家安全概念被扩大化下的牺牲品。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高级科研人员、留学生，还有部分通过特定渠道来美国投资的商人。进入2026年，美国政府接连发布了好几项针对特定背景人员的签证审查令。如果你在国内曾经就读于某些特定的被点名的院校，或者在某些被列入名单的科技公司、军工企业工作过，即便你现在已经在美国安家立业，甚至在大学教书，在硅谷大厂做高管，你依然在重点观察的名单上。现在的审查不仅是看你的简历，还要看你的社交媒体言论，看你微信朋友圈发过什么，甚至是你回国参加了哪些学术会议，接触了哪些人。这种基于技术安全的筛查，已经导致了不少华人专业人士受到 FBI 的调查。更极端的情况是，对于已经在美国境内，但背景被重新定性为不安全的人，执法部门会采取行政手段，直接把你的签证吊销。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头就强调，看到穿制服的，千万别随便开门，因为有时候他们并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刑事案件来抓人，而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诱导你说话，获取更多信息。在面对这类涉及国家安全的盘查时，华人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自作聪明地去解释。记住，这类案件的定性往往不是你当场解释就能改变的。你说的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断章取义地记录下来，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正确的应对方法只有一个：保持沉默，要求见律师。了解了这6类被重点关照的人群，咱们与其坐在家里干着急，不如把防御的动作做扎实。进入2026年，
执法的技术手段确实升级了，但宪法留给咱们的盾牌依然还在。如果名单上的情况真的发生在你身边，或者那声让人心跳加速的敲门声真的响起了，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我给大家必须总结出几条保命金律。第一，必须彻底搞懂司法搜捕令和行政逮捕令的天壤之别。在2026年的今天，执法官为了提高效率，经常会利用普通人的恐惧心理和法律知识的盲区，拿着行政文件冒充司法授权。请大家记住，真正的司法搜捕令上面一定会有当地法院的名字，并且有法官的亲笔签名。如果对方拿不出这种文件，在法律上他们是绝对进不了你家大门的。哪怕他们自称是警察，只要没有搜查令，你就有权拒绝开门。这是宪法第4修正案给你的神圣权利。第二，马上建立一份家庭应急预案，这对华人家庭尤其重要，特别是很多3代同堂的家庭。如果家里的顶梁柱突然被带走了，老人和孩子怎么办？谁来照顾？钱怎么取？现在最稳妥的做法是，在手机通讯录里存好一个靠谱的移民律师的紧急联系电话，在家里一个固定的所有家庭成员都知道的地方放一份法律授权书。这份授权书要写明白，一旦父母不在身边，谁有权接送孩子，谁有权处理银行账户，谁有权做医疗决定。同时把家里所有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文件，比如护照复印件、绿卡复印件、报税记录、孩子的出生纸，这些都备份好。但千万记住，不要把这些原件随便交给执法人员，除非你的律师在场。第三，要特别警惕2026年全面升级的生物识别执法。根据最新的政策， IS 探员现在执法现场经常会带着手持式的指纹扫描仪。如果你在街上被拦下来，虽然你有权保持沉默，不回答关于身份的问题，但如果对方有合理的怀疑理由，他们可能会要求采集你的指纹。这时候千万不要反抗，更不要试图逃跑，甚至不要有任何肢体接触。你可以不断重复那句话：我要见我的律师。在当下的环境里，任何肢体上的冲突，哪怕只是挡了一下对方的手，都可能成为对方起诉你妨碍公务或者袭警的借口，那就会带来刑事指控，让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里还得插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动，进入2026年1月，很多之前的临时保护政策和特定的假释计划都已经宣布终止了。这意味着，如果你原来是靠着某些特殊项目留下来的，现在的身份状态可能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断档期。这时候，请你一定主动去咨询律师，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申请免予遣返。这通常需要你在美国连续住满10年，而且有符合条件的公民或绿卡亲属，并且能证明如果把你就这么遣返了，会给他们造成极端且极不寻常的困难。这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很多背着遣返令的人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另外，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所在的城市。虽然2026年联邦政府的力度非常大，但在一些所谓的庇护城市，地方法律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允许地方警察主动去协助联邦搞移民身份调查的。这意味着，如果你生活在这类城市，回旋的余地会相对大一点。但也要警惕，现在的联邦执法已经开始渗透到法院、图书馆这些公共区域了。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常常被人忽略的细节，那就是签字。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动作，在特定的情境下，可能会成为决定你命运走向的关键一步。请你务必要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凭着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不管对方给你看什么文件，不管那文件的标题写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诱人，也不管对方怎么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要你签了字就能立刻回家，就能摆脱现在的困境。只要你的律师不在场，绝对不要签任何字，哪怕对方巧舌如簧，用尽各种办法威逼利诱，你都要死死守住这条底线，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和未来。在现实生活里，有太多让人痛心的例子，
不少华人在恐惧的笼罩下，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稀里糊涂的就被诱导着签了所谓的自愿离境书。他们当时可能只想着快点摆脱眼前的麻烦，却根本没想到这一笔签下去的严重后果。一旦签了这个字，就等于你自己亲手把所有的司法救济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意味着你主动放弃了上法庭申诉的权利，放弃了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机会。就算事后你回过神来，到处找律师想翻案也极其困难。因为从法律层面讲，你已经自愿做出了决定，这份签字文件就成了铁证，让你的维权之路变得难上加难。节目说到这儿，我叶秋想真诚地对所有在美国的华人朋友说句心里话，我们以坚韧的精神面对挑战，但更要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当前形势严峻，恐惧无助，唯有知识与准备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主动学习法律，关注政策动态，才能在危机来临时冷静应对。请订阅安康百惠频道，获取实用信息，并将本期内容分享给更多华人朋友。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力量，也许能因此守护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幸福。2026年充满挑战，我们更需团结互助。你在评论区分享的经历或建议，或许正是他人渡过难关的关键。欢迎留言交流，我将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在未来节目中进一步解答。最后提醒大家，若遇执法人员上门，请保持冷静，先确认对方身份与来意，守住底线，依法行事，是我们最坚实的保障。愿每一位在美同胞平安顺遂，家庭稳固。我是叶秋，我们下期再见。